这不是业配，你知道有一种方法不动刀不拉皮可以看起来年轻10岁吗？我们常讲一句说，皮肤有病先治病，没病再美容，它整个皮肤就长新的。那它会年轻5到10岁，真的哦50岁到70岁的人比较适合，因为它可以年轻10岁嘛，50岁变成30几、40岁。保养品就是没有用的药品。医师讲话很诚实然后建议大家不用去乱搞一些有的没的。是，今天邀请到皮肤科权威蔡仁颖医师来告诉大家，他以前也是满脸痘痘，但戒掉1种食品和3种方法，就让痘痘完全根除。加码公开5个医美不能说的暗黑秘密，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我们邀请到这医师，其实我去看过他，对，所以今天呢就再一次遇到了，我就非常开心哦。因为呢，其实，在皮肤界哦，在医美这个里面呢，其实如果有很多问题，就问这个权威医师就对了。他大神呐、对，我们接下来欢迎蔡仁颖医师，医师你好。医师好。你好，是大家都很在乎哦，就是长痘痘这件事情，长痘痘跟粉刺啊，到底它怎么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毛囊塞住叫做粉刺啦。是如果它发炎了，变红肿了，就叫痘子。是，对所以粉刺就是没有发炎的痘子，最常见还是在青春期还是油脂最多啦。另外一个就是熬夜，细菌量增加，这2个当然最常见。所以我们一般在青春期都是希望抑制油脂嘛。第2个就是擦点抗生素或吃点抗生素来杀菌嘛。所以这2个当然，年纪慢慢大以后，那个角质增厚就会想要用去角质。那这个去角质一般是成年人比较会用。就是擦一些什么 A 醛啊、A 酸啊、果酸啊，去角质这样。是发炎的部分就我容易发炎，就会吃一些清凉降热解毒的一些配方啦。你有提到了几种消除痘痘的方法哦，当中呢就有讲到清淡饮食，到底要怎么吃会比较好呢？简单讲，不要油炸的，那不要太甜的东西，那不要吃乳制品。这3个，所以巧克力啦、牛奶啦、cheese 啦。尽量喝豆浆，不要吃这些东西。医生，你这边就有提供给我们说，如果不想长痘痘，要赶快戒掉这3种东西哦，包含了巧克力、花生、蛋糕，都是好甜，然后比较精致的一些食物哦。是啊，蛋糕、饼干啊这些都是高糖类的东西啦。那所以一般饮食要清淡，那饮食清淡还不够。还要睡眠要够，睡眠要够，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容易造成这些内分泌，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那除了这个上述的方法，就是针对长痘痘的原因去处理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其他就是清洁了。你就尽量没事不要擦东西，像现在青少年啊，都喜欢化妆啊，擦一大堆的，其实皮肤很好，就露出本色就好了。对，所以我们建议他就是只要清洁就好了。真的想要化妆的话也没关系，那就要铺点蜜粉就好，不要涂太油腻的东西。那像比如说防晒也是容易产生痘子，因为你擦防晒太油腻的。所以我们建议说你可以擦比较清爽型的。或是说你其实戴个口罩，像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开戴口罩就够了，或者撑个伞就好了，也不一定要擦防晒。医师，那像是你有提到嘛，有这个毛囊角化的话呢，也可以透过擦 A 酸啊、A 醇啊，像是女生在保养就会说早 C 晚 A，然后所以我自己晚上也会擦 A 醇，可是我有些朋友在擦了以后就觉得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在治痘痘，擦了一些A 酸或 A 醇的东西，脸蛮干的耶。对，因为它是去角质，还可以抑制油脂，你抑制油脂，皮肤也会干它本身有去角质，所以变成你又要再补充一点那个乳液嘛，补充乳液过头又会塞住毛孔，所以等于说你要拿捏的刚好，所以一般人有时候用的过头不行，所以我们建议说你用还是要小心啦。就擦的话，你这个皮肤干了就停1-2天再擦。那有些像 A 醛啊、酸类的东西，你擦了会脱皮嘛？那你会脱的话，你就停1-2天再用。不要一直用下去，很多都傻每天用一次，他就每天用一次，用到不行的话就再来看医生。那 A 酸吃，因为它是抑制油脂嘛，所以它的皮肤会很干。所以 A 酸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痘子的药。是。那在国外常都用第一线，那台湾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当第一线，是因为台湾的健保的给付的问题。台湾是把那个健保给付是要很严重的痘子才能吃 A 酸。所以现在病人大家都用自费来吃了，那越早吃越好。其实越早吃，它赶快把痘子清一清，那以后就比较不会再长。临床上真的吃这个药肝功能不好的很少了，它主要是血脂肪会增加。真的哦？为什么？因为它抑制油脂，所以血中的油脂就会比较多。因为我们油脂要从皮
皮脂腺分泌嘛。那你把它抑制的话，那个皮脂还是要排泄啊，所以在血中会提高。但是因为一般年轻人他会运动啊，所以比较不怕。像比如说我这个年纪都不适合吃 A 酸啊，可能就会脑栓塞啊，可能血管高了。所以 A 酸还是我都把它定在40岁以下我才给他吃，40岁以上一般我不会给他吃 A 酸。对。其实我们今天也要告诉大家，有5大非常天然抗发炎的食物，包含了奇亚籽、青鱼、鲑鱼、核桃和亚麻仁籽，里头都有富含了 Omega 3。它对于我们呢，就是避免痘痘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想它主要是抑制这个发炎。你已经长痘子的话，当然是可以让它减缓。这只是针对 Omega 3。那抗发炎的食物太多了，像维他命 C 就可以了，像青菜里面水果就很多了，它是一个很天然的抗氧化的，是抗发炎也可以。还有像在维他命 A 都可以啊。所以你吃 B 群也可以啊。所以其实很多食物都可以。有些人他就比较钻牛角尖，说我要 Omega 3，要去查去摄取啊 ，Google 啊。那其实我们平常的蔬菜水果多吃一点就 OK 了。但是如果真的有痘痘冒出来的时候，要怎么让它尽快消掉呢？这个真的很难的不急真的很难。但是你就是像我刚刚讲，可以擦点药，尽量控制啦对，什么药？比如说像但抗生素啦，对，或是消肿的，像这种痱子膏可以点上去，它会消肿。但痱子膏因为它那个很难看所以我们建议晚上擦就好了，不然擦起来像鬼一样，白色的这样。对，那白白的。对，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喜欢痘痘针，很流行，但是痘痘针就是你刚长出来打下去它就消，那是类固醇。但是一般我不太建议打，除非说你明天要相亲啊，明天要结婚啊，那赶快打。不然你打的只是暂时消，那过一阵又起来。如果真的你想要快点消，就吃点消炎药。医生，我想问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看我那个痘啊，它已经有个白头在那，然后我有买那种外面那种刺泡的粉刺针，我就会想要忍不住这样子轻轻把它戳一下。如果我不急它，就是刺破一个头，然后我拿卫生纸这样压一下，让它有跑出来，这样可以吗？如果你技术好是可以啦，就是你一个弄得干净，那有时候怕弄不干净又把它扩散，就会再长。是，那最主要还是抵抗力，抵抗力够的话，它就不会发炎。所以睡眠还是最重要。睡眠还是最重要，不能3点睡觉啊！讲真的。但你这个痱子膏，我是去药局什么都能买得到吗？痱子膏因为很多种啦，但是要看成分，但是一般药局都买得到啦，只是成分有点稍微差别而已。痱子膏的成分是什么？那它就是一个卡拉敏，它有点氧化锌。氧化锌有点氧化锌，还有收敛，还有一个叫卡拉敏。对，但是痱子膏一般很少人在用，因为这个药太便宜了，所以很少医生在用。我已经用很久了。医生，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那种外面都会有那个痘痘贴，那我如果贴痘痘贴是会好的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很不一定，有时候它好像会吸出来，可是有时候我好像贴了以后，它是不是更闷住，它就变更大没错，因为我们是反对病人贴这个，因为贴这个可能闷，它往里面走，你感受上没有鼓起来，是平的，但是往里面窜，那可能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比较闷的痘子，比较大。是，可是有时候今天如果我们来不及认识那个蔡医师的话，对，我们还是一样急了脸，我们产生各式各样的痘疤，这些痘疤的形成之后，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在乎，就是说这样外观上不好看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它们？一旦已经形成痘疤的话，就看痘疤形状。如果是它突出的痘疤，我们就会打针让它平，那或是磨皮。那这凹的痘疤是比较难，凹的痘疤它有一点冰凿型的，像尖刺的，还有一种是比较像这个比较平眼的，比较大的。那一般是比较大的宽的那种凹的比较好处理，那可以做磨皮。如果比较尖的那个就很难，你要很深，所以你做磨皮，其实它一个洞一个洞还是在那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几个方式，第一个可以用点那个就泛护用一种 TCA 叫3粒醋酸。我现在就网络上也很流行，就点 TCA， 就用那个50% 的或70-90% 去点它的那种，让它脱皮，让它长上来，长皮长上来。那很便宜，但是很多病人也会来找我做。那因为点一个洞大概就100块嘛。我听了吓死了，我听的时候觉得大家可能会自己买来用。对，因为刚刚医生说网络上很流行，大家会买。是说这个治疗方式但是很少医生做，因为这个做这个很便宜嘛。因为现在医生都喜欢推高级的、比较贵的疗程嘛。对。那这种东西很便宜的东西就没人要做。那如果是比较宽的，那我们就比方做磨皮，就是做雷射磨皮。那当然现在比较流行，因为磨皮皮会流血或怎样，有些没有办法接受，那就现在改良型叫飞梭嘛。对。那飞梭也流行很多了，它就是打洞嘛，打洞它比较不会流血，那它也可以刺激它纤维慢慢再变平。那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现在的回春，就是让你皮肤紧实。那我们痘疤越老的话，痘疤越明显。你把皮肤弄紧实一点，痘疤就不明显。
就是原则上痘疤越来越厉害，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嘛。对。那你让皮肤年轻一点，那个痘疤就不明显。你可以看很多人，他年轻期皮肤还不错，老了以后都一直凹洞就越明显。那因为它的纤维流失，皮肤松垮了。刚刚听你这样说，所以便宜的方法也有，贵的方法也有，而且便宜的其实并不会比较不好，对不对？对。我看医师的书，医师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以为痘疤，但它不是痘疤，而且坊间有很多轻松消除痘疤的方式，其实那个都是障眼法。对，因为一般坊间看的都红红一点一点，那个其实红斑不是痘疤，痘印那自己都会对痘印啦，那它自己都会退。真的痘疤就刚我们讲这个凹下去的，那不可能擦的东西它就平了。对，所以有些是色素沉淀是黑的，所以这个都会退，擦药就会退了。所以你去看那个广告的时候，看说很夸张，它这个自己就会好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尽速代谢掉那个沉淀的色素？就是因为尽速要快就要花钱嘛。那花钱的话，你如果真的那么需要的话，就打染料雷射。那个红的话就打血管雷射，可以让那个红退得快一点，但是也不是多快，不是说你今天打明天就退了，那可能也要1-2个礼拜，没那么快的。如果是黑的话，也是要一段时间，不是说马上黑就退了。还是可以擦什么保养品或什么的东西，什么成分？保养品就更慢了。真的。保养品就是没有用的药品了。其实保养品的成分就是药品，把它拉到最没有效就变保养品，保养品就是安全嘛。保养品的成分它是没有疗效的。所以想要用保养品来治疗东西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保养品就是安慰剂就对了。也不是，所以我们讲，其实保养品是彩妆品，你是爱漂亮这个彩妆品是没问题啊。所以现在就因为大家都想要用到保养医疗，所以叫医学保养品医疗的，那这种都会成分就会再加一点成分进来，但是成分还是不够。那至少当然是安全的，你随便乱擦应该也不会出问题。A 醛它就是一种这一类的东西，但你擦久还是会出问题。那如果效果没那么好了，有一些比较温和的酸，水杨酸、什么杜鹃花酸、杏仁酸啊，什么这些，那个可以去痘印吗？都可以，但是不会那么快啊，它只是一个去角质而已，让你代谢，它是刺激皮肤代谢快一点而已。我发现医师讲话很诚实，然后建议大家不用去乱搞一些有的没的。是。那化学焕肤呢，可以拯救这个全脸痘疤还是什么？这个都换得很深，我们化学焕肤有分浅的、中的、深的。那一般像你刚刚讲 A 醛那个就非常浅的，那也是焕肤。那在医院上面常做的就甘醇酸嘛，就果酸焕肤嘛，对，它就换很浅，它可以让皮肤亮一点，那去点角质，不要被长痘子。那如果要痘疤，你要换到深层，那深层的用3粒醋酸，那个整个皮要拉一层掉。中层焕肤它是用3粒醋酸，那3粒醋酸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点痣的那种药水啦，就3粒醋酸。那你把它想说，我们脸上这痣都满满的脸，那就等于点了几万颗痣，把它点在脸上的意思啦，就整个脱一层皮掉，拉掉以后，它整个皮肤就长新的，那它会年轻5到10岁。真的哦？那这个对痘疤就有用了，因为它比较深。如果再更深的话，它整个拉掉，整个皮肤就变白了，像白斑一样，所以这个东方人不适合。那我常讲这个例子，就是 Michael Jackson， 因为他有白斑又有黑的。他本来是黑的嘛，所以他本来白斑，所以他有些黑没有变白，他就把它换掉就变白，所以整个脸就白了。其实我觉得刚刚听你讲这个化学焕肤听起来很猛那他是你说过年轻10岁，那他这样子大概是什么年龄段的人是适合去做的？理论上是越老越好嘛，就是等于50岁到70岁的人比较适合，因为他可以年轻10岁嘛，50岁变成30几、40岁。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做的适应正态，就是刚刚讲的，都痘疤很厉害，这个倒是可以，因为痘疤其实也可以让你皮肤等于是看起来比较老嘛，所以它等于你痘疤的话是可以做深层焕肤。那一般如果年轻没有痘疤是不太需要。既然有这么敢讲的医师，我们再好好来问一些问题，因为其实医美这件事情现在这几年非常非常流行，那尤其是美像一般再怎么样普通的皮肤科，他们其实到时候讲的介绍都会去做医美，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让人讶异了。其实皮肤科有点被污名啦，其实皮肤科医师做医美的事实上也没那么多。那台湾做医美的医生大概我想估计大概将近快1万个的医生，那皮肤科医师也才1000个啊，那真正做皮肤美容也顶多500个，所以其实皮肤科医师在这个领域里面占的数目很少。那整形科也大概500-600个而已。所以其实整形科真的科班就皮肤科跟整形外科是很少，大部分都是会皮肤科会整形科嘛。对，那这就叫医美的医生嘛。那政府已经整顿了10几年，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
主要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太敢破例去整顿。刚刚哲青哥已经有说到，说医师呢，你是我们看过最敢讲的医师，所以其实你今天呢也来到我们的节目，要告诉我们医美不能说的5大秘辛，包含了哪一些呢？医美当然一进去就是美容咨询师去帮你咨询，你要做什么做什么。那这些美容咨询本来是要取缔的，这是违规的，因为美容师不能去跟你讲这个疗程，或介绍这些治疗或是诊断。美容也是诊断啊，你需要做什么做这个诊断，这个诊断行为就是一个触犯医疗法的，所以这是违规的。但是一般也没有在取缔了。那再来就是说不当的夸大的广告嘛。那现在美容的群组越来越低，因为他们除了治疗以外，又还有预防。那现在都标榜说，你赶快做，以后就老得慢，那就变成预防。那预防的族群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怕老啊，还有在参差不齐，那医生的训练不足，就会有时候过度医疗。其实我们都叫美容医学，外面都叫医美。那现在就是美容医学这些医美，其实都是就是不需要的治疗，你不做也不会怎么样嘛。这就是一些过度的治疗或不当的治疗很多。对啊，可是人家讲说有做老样子，没做样子老。医美里面啦，其实有几个重要的项目，其中一个就是玻尿酸。对，那玻尿酸其实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有人打到就是什么瞎掉，真的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事？会啊，这个很多有报告，他几年前就有5例通报，其实有些没通报的，那现在应该10例以上的。那就是比如说打在这个鼻根的地方，或是皱眉纹这个3根的地方，那你打太多，它就回流，打到血管回流到那个眼动脉，就塞住血管，就产生那个就瞎掉了。那怎么办？那这个就要在1个小时内或1-2个小时内赶快打那个降解。对这个要降解，那很恐怖，要一个长针打进，从眼睛上打进去，就钻到那个血管附近，赶快打。这个就要去急诊了，赶快找眼科医师急救，这样子。其实玻尿酸啊，这个当然是很严重，但是呢，其实我看到还蛮多人就会觉得说因为我这里苹果肌塌啦，法令纹深、鼻基底塌，然后住，但是其实人还是要讲求一个协调的，有时候会打到整个脸都变蛮化，就会都觉得好嘭哦。以前那个玻尿酸都是哪里凹打哪里，局部打很少，但问题这样子，医生可能赚不了多少钱啊，那厂商要不许，所以就每一个都打得砰砰的，砰砰的全部都解决了嘛，这你凹啊。皱纹全部都蓬起来，每一个都蓬蓬的，过度的填充嘛。对啊。而且玻尿酸它其实是会吸水的，对不对？所以它打了以后，它再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更蓬。尤其这样打到有些地方像嘴唇，你量不能打它，不然你的嘴唇就变成那个很肿。对。所以其实大家除了这些之外，也很爱打雷射。然后我们觉得雷射就是可以净肤啊，或拉提啊。但是雷射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它那个能量调的状态，可能也会影响效果。所以有时候都觉得，我打狠一点，我皮秒也要给它打到怎么样。有些打到好像要有点红或者是渗血，比较有用吗？对，那个皮秒打到渗血是因为它有一个模式是类似飞梭，那叫蜂巢式的，有一个头叫蜂巢雷射，那它就打下去就是等于磨皮，它是就要除磨皮或除皱的。那一般你刚刚讲的净肤柔肤，那就打得很浅，那只是打一打，然后扫一扫，让它去点角质而已。那这个医美乱象就从你刚刚讲那个柔肤开始的。因为这个雷射就随便打嘛，1个月打一次很好上手，所以很多其他科医生就跑进来做这个医美嘛，你就扫一扫早期是很贵，现在很便宜扫一扫1万块，扫一扫1万块，那现在已经降到可能1-2千块也不一定了，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做这种治疗，因为这种没有意义啊。可是医生，因为我们讲那个打皮秒，那它其实能量还是蛮强的嘛，那如果我们的这个皮肤状态如果当时也是比较不稳定，比如说长一些痘痘或是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那天就比较不适合去打皮秒。对，没错，我们常讲一句说，皮肤有病先治病，没病再美容。所以你皮肤有问题，问题是很多医美的医生他不是皮肤科医师，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诊断你的皮肤病。那另外就是这个病人进来，好不容易进来，我不可能把他赶走啊，我又不能治疗皮肤，所以我们觉得说，你皮肤有问题，还是最好跑皮肤科专科。那皮肤当然你有问题，有长痘子，有什么问题，有红肿什么，这个时候最好都不要做雷射，因为雷射进去也是一个热嘛。所以会让皮肤的发炎更厉害。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困扰了很久。就是我身边有一群妈妈太太们，然后他们呢会相约去韩国做医美，然后每次问他为什么你要大老远跑去韩国，他说因为韩国的剂量比较轻，他们说把它当作是保养来使用。没错。所以他们大家就定期飞韩国。可是我一直觉得说这样真的好吗？医师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反正去他们第一个，他们韩国的医生现在竞争很厉害，韩国人口是我们2倍嘛，南韩，但他的医美医生是我们的10倍，那所以他们竞争很厉害，所以要销价竞争。那你国内没有那么多客源病人，那你当然要从国外进来。那进来以后，第一个他又怕出问题，因为你打一打也5天几天就回去了，所以他就把能量降低。降低才没有什么副作用，又没准你又打嘛，他可能有一些配套，可能他说打这个你有几个班，顺便帮你打几个，就有些机器比较便宜的，顺便帮你组合一下，那所谓叫鸡尾酒疗法嘛。所以他们现在都是为了避免这些国际医疗的问题这个纠纷，所以他把能量降得很低。那能量低就没效啊？没效，那你就常多去几次啊？你不来的反正至少你来一次，那你要再来就来嘛。现在台湾很多医生也是这样做，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在台湾做啦。其实你飞机票都出了，那飞机票的钱就像讲，你可以挑有效又比较便宜的方式，不一定要跑去那边啦。对，是万一有问题你也找不到，冤有头债有主找不到对啊。在这边呢，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皮肤美容聪明选医师有没有什么叮咛呢？我想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聪明的病人啦。那我想皮肤的健康最重要，皮肤健康就美嘛。那我们让皮肤年轻，所以要有合理的期待啦。从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起，生活规律、睡眠充足，然后适当的保养，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常讲有3个G嘛，才能造成好的结果。3G make good result。那第一个G 就是 good patient， 要好病人。你要找一个 good doctor， 要好医生。第3个要 good luck， 要好运气。你是好病人、好医生，还不见得是做得好。好医生也常常会出问题，像我也是常常也会出问题你做多的一定，像你打球一定会打坏球嘛。只是说你好的医生是打坏了可以把它救回来。那不好的选手打坏了就救不回来了。这医生的训练就在这边，就是你一定会碰到并发症，但是你有能力去把它矫正回来。是。所以今天这个听完之后，就是我们大家呢可以好好重新思考这个医美跟这我们皮肤这个保健抗痘这件事情。今天感谢医师带来这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医师，谢谢。